大家好，我是国立政治大学资讯学院的刘吉轩。最近，人形机器人仿佛一夜之间从科幻电影走进了现实。无论是特斯拉的 Optimus 新创 Figure AI 的展示，还是波士顿动力让机器人走进工厂，都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。但有趣的是，机器人研究早已超过30年，为什么现在才迎来爆发？答案藏在它全新的大脑与身体里。这不只是一次升级，而是一场根本性的革命。首先，机器人的大脑的解放。过去我们用程式码下指令控制机器人，现在像 GPT 这样子的大型语言模型，让机器人能理解我们的意图。我们可以对它说“我有点渴”，而不是下达一连串的走到冰箱、打开门、拿起水瓶的死板指令。这一步让机器人的互动性产生了质变。这部分的解决了莫拉维克悖论。这个悖论说是对电脑而言，像下棋、做复杂运算这种高阶复杂的任务轻而易举，但对人类婴儿来说，都毫不费力的感知和移动，对机器人却是极度困难。这就是为什么过去的机器人只能在工厂里做重复精准的单一动作，却无法走入我们混乱的客厅，递上一杯水。它可能会把杯子捏碎，或被地上的杂物绊倒。它听懂了拿水给我，却不理解杯子是易碎的，地面是崎岖的这些物理世界的规则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另一个关键概念应运而生——物理 AI。它的核心是将物理定律，如重力、摩擦力、物体碰撞的后果整合进 AI 模型里面，这让机器人不再只是一个语言天才，更开始拥有对现实世界的直觉和尝试。它能预测自己的动作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，从而更安全、更流畅地与我们的世界互动。这一步是让服务型机器人走出实验室，进入我们身边的关键。有了更聪明的大脑，还需要一具同样灵活的身体。打造一具能适应通用场景的身体，其整合难度超乎想象。它需要数十个马达、上百个感测器，以及复杂的软体及时协调运作，才能做出一个看似简单的弯腰捡拾的动作。过去机器人多采用液压驱动，力量大，但也笨重耗能，有漏油的风险，而且难以进行精细的力量控制，因此只适合待在与人隔离的工厂环境。而现在，身体的革命性进展几乎完全体现在自动器，也就是机器人肌肉的技术飞跃。新一代的本体感知制动器是这场革命的核心，它不再只是一个单纯执行转动指令的马达，而是一个高度整合的智慧元件。其内部整合了高精度的感测器，能及时回馈自身的位置、速度与力矩。这赋予了机器人类似人类的本体感觉，从而实现了顺应性控制。这意味着机器人不再是刚性的，它的关节可以根据外力顺应地做出反应。当机器人的手背碰到障碍物或人类时，它能够立刻感觉到压力，并主动减力或停止，而不是像传统工业机器人那样不顾一切地执行位置指令而造成危险。正是这种从位置控制到力量控制的典范转移，让机器人具备了与人安全互动的根本能力。这一步是将机器人从工厂的铁笼中解放出来，让它能安全地在我们身边端茶递物、提供服务的关键技术。总结来说，这场机器人革命之所以发生在今日，正是因为大脑与身体的技术终于在服务型机器人这个场景上交汇了。一个懂得物理世界、能理解人类意图的大脑，配上一具能感知力量与环境温和互动的灵活身体，这两者的结合，才真正开启了机器人走入我们生活的可能性。而台湾在全球公认的硬体整合与半导体优势之上，未来最大的机会不只是打造机器人的身体，更是去打造那颗能被全球信赖、懂得物理世界的智慧核心。这场变革才刚刚开始，而我们正处在一个绝佳的起点。